货币市场交易员预计，欧洲央行明年将降息整整100个基点，但是央行官员仍然很嘴硬。另外，号称债市巴菲特说，现在传统60-40股债配置现在应该调整为50-50。最后，我们观察到 ChatGPT 背后的公司 OpenAI 宣布了一项重磅管理层调整。Sam Altman 将辞去 CEO 一职并离开公司董事会，公司首席技术官 Myra Murati 将担任临时 CEO， 而正式 CEO 还在寻找之中。这对 AI 产业会产生什么变化呢？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帮助你掌握趋势，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如果你也对股市投资理财以及宏观经济市场感兴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交易员越来越相信欧洲央行将大幅降低利率，以缓冲经济严重放缓的影响。货币市场首次预计欧洲央行明年将降息整整100个基点，并已经将之纳入计价。相比之下，根据与央行会议日期相关的掉期定价，2个月前预计降息幅度为75个基点。市场启动最新一轮重新定价之际，英国10月零售额意外下降，美国数据显示失业工人难以找到新工作。近几个季度欧元区经济体的职位空缺率也已从创纪录的高位下降。调查显示2023年的招聘意向已大幅放缓。另外，油价跌入熊市也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全球经济正滑向衰退的担忧。欧盟委员会周三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中，今年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0.8% 下调至 0.6%。 另外，预计欧元区经济明年增长 1.2%， 2025年增长 1.6%。 欧盟委员会表示，2023年前3季度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增长。高通胀虽然已从峰值回落，但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损失比之前预期的要严重，同时外部需求疲软。即便如此，欧洲央行政策制定者一再表示，现在开始考虑放松货币政策还为时过早，仍计划长期维持高利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系列激进的加息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事实证明，市场很难继续相信这种表态。欧洲央行管委员成员维勒鲁瓦在周五的讲话中表示，欧洲央行在10月份会议上暂停加息的决定完全是由于通胀放缓是合理的做法。这位法国央行行长补充说，去年欧洲央行开始紧缩政策后，物价上涨的步伐已大幅放缓，而且基本通胀显然已经从春季的峰值回落。他说，这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证明，充分证明了管委会决定停止加息的合理性。他表示，欧洲央行现在有信心在2025年之前将通胀恢复到 2%。 不过他补充说，央行也将保持耐心，将会把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确保其效果充分传导至实体经济。老人政治在美国政治话题中备受争议和谴责有其正当理由，但从经验中获得的智慧极有价值，尤其来自那些把过去的教训用于思考未来的人。Loomis Sayles 副董事长丹福斯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未来充满了风险，但投资者常认为这些风险和投资没有关系。福斯最近刚过完90岁生日，但他仍在努力工作。福斯称自己是公司里的祖父，通过自己60多年来获得的经验，指导其他基金经理的工作。福斯认为美联储最近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影响。冲突可能蔓延并造成重大经济影响的风险，是促使美联储按兵不动的主要理由。考虑到这一点，福斯认为美联储已经结束了上调短期利率的工作，并可能在2024年采取几次降息行动。从 CME 美联储观察预测工具来看，福斯的观点和联邦基金期货市场对明年6月首次降息的预期一致。这些风险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加重了美国的房屋负担。福斯承认这个话题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但他认为政府预算和美联储都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美联储可能会被迫暂停抗击通胀的行动，这意味着将年通胀率将保持在 3% 至 4% 之间，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与此同时，利率小幅上升。福斯指出，由于美国政府的房屋负担加重，即使不派遣军队，国防支出也会增加。因此，虽然美国经济处于和平时期，但国防支出增加带来了通胀压力。而从历史上看，
国防支出带来的预算赤字通常和战争有关，保守的说，战争时期赤字占 GDP 的比例通常会超过 6%。具体来说，福斯认为传统40%/60%股债配置现在应该变成50%/50%。他没有就股票配置给出建议，但建议向长期固定收益资产倾斜。在福斯擅长的公司债领域，他看好7到10年左右到期的中期债券，重点看好前几年收益率非常低的时期发行的，目前以折价交易的债券。福斯说，如果收益率上升，这类中期债券的价格跌幅将小于长期债券，而且可能会参与价格反弹行情。如果收益率下降，被提前赎回的可能性也非常小。福斯还看到了部分高收益债券的机会，但不包括所有投机级债券。个别公司借款人的特定风险是关键，这些风险既包括发行人的信用质量，也包括发行的每支债券的特点。个人公司发行的每一支债券都有自己的一套特定特征，如息票率、到期日、赎回条款和安全性等。但这些细枝末节在福斯为后代看到的主要风险面前都是次要的，气候变化是首要问题。但福斯坦言，目前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他希望养老基金等更关注长期的机构能以有利于气候的方式保护未来10到20年的现金流。地缘政治和美国国内政治仍然是福斯的其他主要担忧，尤其是美国政府显然无力应对财政赤字这个问题，这会进一步限制美国应对挑战的能力。这位90岁的老人的目光不是盯着过去，而是牢牢盯着未来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风险。作为 OpenAI 的创始人之一， Sam Altman 被称为 ChatGPT 之父，一直是站在台前代表 OpenAI 的那个人。既然和 OpenAI 绑定如此之深， Sam Altman 为何会突然离开？ OpenAI 在公告中给出的理由是， Altman 的离职是董事会审议后决定的，他在和董事会交流中不够坦诚，阻碍了董事会履行职责的能力。此次暂时接替 Altman 的 Myra Murati 跟 Altman 相比，和 OpenAI 的渊源就没那么深厚了，在公司承担的角色也相对边缘。据外媒报道，2022年 Myra 才晋升为 OpenAI 的 CTO， 负责监督 OpenAI 产品的商业化工作，并通过用户反馈对其进行改进。在2015年 OpenAI 刚成立时，一直以非营利组织为其目标，但研究 AI 技术以及应用毕竟是一项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工程。OpenAI 启动时采用的是捐赠模式，最初获得了 YC 等10亿美元的捐赠承诺，后来又收到了 1.3 亿美元左右的捐款总额，但这些捐款并不能满足 OpenAI 的需求。2019年，公司设计了一种利润上限结构，在非营利组织之下成立了新的盈利性子公司，并获得了微软投资。受本次 OpenAI 高层巨震影响，微软美股尾盘一度跳水，最终收跌近 1.7%。 微软公告称，公司与 OpenAI 拥有长期性的合作关系，恪守对 OpenAI 的投资承诺，而且对 OpenAI 有极大信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